哦吼，瓦格纳挺不住了，直接撂挑子不干了。5月5日，普里戈金表示，由于缺乏弹药，我们瓦格纳部队将于5月10日撤离巴赫穆特，阵地则让俄罗斯国防部所属部队来接管。那么问题来了，俄军最骁勇的瓦格纳都扛不住要撤逃，是不是意味着俄军离兵败已经不远了呢？乌东的巴赫穆特城市并不大，战前人口也仅仅只有7万人左右，但却是该地区重要的工业中心，且拥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而由于俄军的入侵，从去年夏季至今，俄乌双方对这座城市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战，让这座城市变得满目疮痍。瓦格纳雇佣军是俄军入侵巴赫穆特的主力部队，即便在乌军炮火下损失惨重，也在利用各种手段去侵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占领阵地向前推进。不过在进攻的过程中，普里戈金曾多次抱怨瓦格纳部队并未受到俄罗斯国防部的重视，他们的后勤补给一直不足，连火炮弹药都供应不上。即便瓦格纳已经占领巴赫穆特80%以上的领土，也没有得到相应的补给。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乌克兰守军虽然失去了大部分巴赫穆特控制权，但是他们并未放弃，仍在坚持战斗。乌克兰政府也在积极给予充足的后勤支援。于是普里戈金忍无可忍，积累的矛盾彻底爆发，便在5月5日带着身边几十具瓦格纳士兵的遗体发布了一段视频，痛骂了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陆军大将和俄军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陆军大将。普里戈金对着镜头咆哮道：“老子的弹药呢？瓦格纳的弹药缺口高达70%，绍伊古格拉西莫夫弹药他妈的在哪里？而且由于他发言脏字太多，他的新闻机构在公布视频时不得不以哔哔声取代。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采访时被问及普里戈金的声明时指出，他知道普里戈金的声明，但是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想来这会儿俄军内部正在紧急商讨该怎么堵住瓦格纳的嘴来减小影响，但这些对瓦格纳士兵来讲，恐怕再热的心也该凉了。俄军士气直线下滑。瓦格纳参战以来，他们与俄军高层内部的矛盾就一直没断过，始终处于爹不疼娘不爱，却要永远冲在最前面当炮灰的尴尬境地。今年2月份，就曾有媒体披露，普里戈金公开指责俄陆军总参谋长为敌人工作，而原因就是他拒绝给瓦格纳雇佣兵调拨弹药。普里戈金作为普京的厨子，说瓦格纳雇佣兵是普京私人部队都不为过。但是他们在乌克兰前线表现得越优异，俄军正规部队就显得越拉胯。慢慢的，普里戈金和瓦格纳就失去了俄军高层们的青睐，部队就开始出现各种补给不足的问题。之前瓦格纳的人员不就拍摄了一段公开向俄国防讨要弹药的视频吗？大致意思就是在说，要我们打仗就赶快提供所需的弹药，着重强调了急需155毫米第一式榴弹炮、T-12的100毫米反坦克炮弹，以及用于 T-72的125毫米的坦克炮弹和120毫米 2B11迫击炮的炮弹。这些都是瓦格纳雇佣兵在巴赫穆特战场所使用的主要武器装备，但结果很遗憾，俄国防部似乎对瓦格纳的请求无动于衷，不知是没看到，还是存心想杀他们的锐气。我们俄正规军都没打下来，你一个外来户抢风头，是要顶替我们吗？而火力军之所以还记得，是因为当时这个视频不仅俄国防部看到了，我们的乌兄弟也看到了，并抓住机会展开了一波反击，打得瓦格纳损伤惨重。据外国情报机构当时的披露，总兵力5万人的瓦格纳雇佣兵被乌克兰军队消灭了3万多人。普里戈金也在后来发布的另一个视频中给予了肯定，他再度表示，瓦格纳损失惨重与缺乏弹药有关。他说，俄罗斯现在军事工业所生产的弹药是可以维持这场战争的，我们弹药短缺完全就是俄罗斯军方官员故意的结果。那么这个阻止援助瓦格纳弹药的俄官员会是谁呢？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原俄军中部军区司令亚历山大·拉平上将？没错，就是那个曾在指挥中央军区集团军在卢甘斯克地区作战，但在去年下半年乌军发起大反攻后，接连丢失19亩红利曼等战略要地的溃逃将军。当时这样的败果严重打击了俄军士兵，
而事发后，普里戈金曾毫不客气地对拉平上将展开嘴炮攻击，要求拉平上将为俄军溃败负责。可能就是这时，瓦格纳与拉平结了怨。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今年1月10日，休假的拉平上将突然被任命为俄罗斯武装部队地面部队参谋长，这位高权重的借机报复普里戈金、报复瓦格纳，好像也不是没可能。由此可见，瓦格纳与俄军高层间的矛盾早已根深蒂固。普里戈金要是再不从巴赫穆特撤退，家底打光后，士兵们恐怕只能上去肉搏了。值得注意的是，普里戈金发布声明时，俄乌战争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节点上。乌军酝酿已久的大反攻，在经过几个月漫长的准备和西方盟友大规模武器装备补充后，恐怕已经悄然开始了。据外媒报道，泽连斯基5月3日访问芬兰时透露，乌军很快将发动大反攻。我们每次在战场上取得新进展，美国等西方国家都会提供新的武器援助，如美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欧盟委员会亦计划拨款5亿欧元，将炮弹年产能提高至100万枚，以支持乌克兰。而其他如法国将向乌克兰送去新的一批卡萨榴弹炮和勒克莱尔坦克。德国4月30日在军援清单中确认向乌克兰交付了第2套 IRIS-T 地对空导弹系统。捷克将与盟友合作，为乌军供应弹药，以防反攻中出现弹药短缺。而乌克兰方面，乌内政部2日宣称，乌军4万人的新兵旅已初步完成招募，共组建了8个暴风旅，之后将参与到反攻任务中。同时，乌克兰还与最近爆种的土耳其达成了新的武器协议。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长卡麦辛宣布，乌克兰与土耳其白卡公司在伊斯坦布尔2023年国际航空展期间，为乌克兰制造商签署了3项新协议。他表示，他不便透露细节，但可以保证，这些合同将给乌克兰带来出口收入和新一代武器。火力军比较好奇，乌克兰将得到什么样的新型无人机，但大概率应该是游骑兵重型无人机和红苹果无人战斗机。去年，白卡公司的红苹果无人战斗机试飞成功，并与乌克兰签署了游骑兵重型无人机出口合同。土耳其作为无人机领域的后起之秀，其研发的 TB2 无人机在俄乌战争途中大放异彩。不过 TB2 作为小型无人机，载弹量小，防御力差，抗干扰能力不足，一直受到外界质疑。如今，随着游骑兵无人机的正式服役，土耳其在重型无人机领域也终于有了话语权。而游骑兵无人机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颗大心脏，即便体型比 TB2 大了2倍，但它在速度、续航能力、载荷能力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而这颗心脏就是乌克兰伊夫琴科进步集团研制的 AS-450C 涡桨发动机，保证了无人机充沛的动力性能。察打兼备的游骑兵无人机在单元配置上堪称豪华，如在侦察方面，除了拥有有源相空阵雷达之外，它还由多台计算机组成双重人工智能航空系统，具备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与自动化水平。而在打击方面，游骑兵无人机拥有6个外挂点，可以搭载多种型号通用炸弹、火箭弹和导弹。其中，土耳其自行研制的有损近程空空导弹、波兹多安中程空空导弹以及 SOM 大型空地导弹等均为标配弹药。总之，游骑兵和红苹果都是土耳其无人机的旗舰，它们能够携带高达1500公斤的载荷，起飞到超过12公里的高度，并能击落空中目标。但这些无人机的核心是乌克兰制造的强大发动机。而普里戈金5月3日则称，乌军的反攻其实早已开始。瓦格纳士兵在前线发现乌军更加活跃，火力军不免猜测到，普里戈金本想再挺一挺，彻底拿下巴赫穆特，但乌军反攻的到来彻底击溃了瓦格纳最后的希望，不得不宣布撤逃。近期，乌军在巴赫穆特不仅派出了大批 M113 型装甲车、T72 坦克、M777、PZH2000 以及凯撒火炮等众多武器，冲击了俄军与瓦格纳的阵地。同时，集结的4个旅还分别从西北2个方向发起了反攻。从兵力和装备规模来看，乌军的这次的反击不可小觑。而俄军能在巴赫穆特与其打得难解难分，实力同样不容小觑，尤其是在装甲和火炮力量上，虽质量不行，但耐荷量大。
据悉，俄军为了应对乌军的反攻，在巴赫穆特集结了320辆战车、130辆坦克以及240门各型火炮，而火炮中不乏像龙卷风 S 这样的大杀器，一次就可齐射12枚火箭弹。另外，俄军还拥有内部装有864枚子弹药的 9M55K 重型子母弹、云豹火箭弹、人员杀伤弹等各种威力巨大的弹药。但奈何占据天时地利的乌军仍控制着金属加工厂的地下堡垒，这10万平方米、10几层的地下防御工事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击垮的。俄军和瓦格纳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才有可能拿下，而这也就意味着巴赫穆特地区的战斗仍将持续下去，双方要为此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多。从网络流传此地的一些视频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仅一片阵地上就到处都是双方军队的尸体，可想而知战斗有多激烈。而现在瓦格纳要撤了，被要求换上的俄正规军对阵地肯定会无比生疏，从而被乌军击破，彻底解放掉巴赫穆特。至于为什么选择在10日，普里戈金则说9日是俄罗斯胜利日，他们打算过完这一天后就撤兵，可见其心里还是有不甘的，只是被俄军高层伤透了，最终做出了撤逃的抉择。刚才我们已经了解过，瓦格纳与俄军高层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1天2天的问题，且又处于乌克兰的反攻发动之际，瓦格纳部队所面临的困难肯定会成几何倍增加，最终将普里戈金逼到死角是完全有可能的。再加上普里戈金和绍伊古、拉平等俄高层有过节，再不跑就成光杆司令了。与绍伊古有过节，是因为普里戈金曾在索雷达尔战役后指责国防军抢攻，令人不齿。而普里戈金的言论一旦属实，即他们将在下周撤离巴赫穆特的话，那对俄军的东部防线来说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乌方很有可能将巴赫穆特作为反攻行动的突破口，一旦在这里取得进展，会直接影响到接下来的战争走向，荣耀归属乌克兰。当然也不排除俄军会解决瓦格纳部队弹药不足难题，只不过即便解决，但事情已经发生，瓦格纳士兵是否还会用心作战就难说了。总之，留给俄高层的时间不多了。好了，关于普里戈金撂挑子，瓦格纳撤离巴赫穆特，大家是什么看法？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